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很多人都已经抽诸葛亮了，那么这里的天赋呢是照搬 C-View 的啦。关于天赋搭配装备之类的，你们直接去看 C-View 的影片。今天我们是做技能测试，那今天呢，我先尝试一下5551的技能，看一下觉醒之前跟觉醒之后有什么差别。因为你觉醒之后呢，它的武侯效果叠层会比较快。那么 C-View 给出两个方案嘛，一个是5551，一个是觉醒。我的转盘要转满3天，所以今天不能马上觉醒，先做个记录，之后我们再做对比。所以我这边的技能是已经卡好了，然后我把诸葛亮升到60等级。当然卡技能我只是用来测试而已，我打仗的时候还是一样会觉醒的，并且我用的装备呢都算是蛮不错的装备了。我会直接用这一套布迪卡的装备，然后用这一套军器，这一套军器算是比一般人还要更高了吧，也可以补救我的装备没有专属的问题。不过当然也是诸葛亮做主将的时候才会用啦，目前是用布迪卡搭配诸葛亮。我今天的转盘有34个诸葛亮的雕像，一个通用雕像。先看诸葛亮的技能特效，这个当然是还没有觉醒之前啦，觉醒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点改变。诸葛亮的大小是跟里程柜一样的，我为了要做对比呢，就是特意拿诸葛亮搭配里程柜，你们可以看一下效果。那我个人的想法呢，诸葛亮的特效确实是很炫酷，没有错，我只是担心打仗的时候可能会卡死。可是如果你是用白点打法的话，就当我没有说过，这个圆形范围拿来拉也算是很爽了。首先要测试布迪卡跟诸葛亮两个免疫沉默效果会不会叠在一起。根据官方客服的说法，这两位统帅的免疫效果是分开的，是独立的。但是之前有本多忠胜事件，官方给出错误的答复，所以我不太相信官方客服的说法。所以我就自己开了小号用海尔曼来做测试。那或许一个海尔曼不够，我就开了2个账号，2个海尔曼，因为考虑到有可能布迪卡免疫掉沉默了，诸葛亮没有办法免疫。那我们直接来看报告，这里报告呢，我是打到2个敌人了。海尔曼的沉默效果是主动技能触发的，所以我们直接看敌人触发主动技能的时候，目前是在第9回合，下面海尔曼是触发了伏军，由布迪卡免疫了这个效果，然后因为免疫的关系，刚好触发了诸葛亮的第2技能，对敌人造成额外伤害。同一份报告触发了第2次主动技能，依然还是由布迪卡免疫掉了沉默效果，但是这里没有触发到诸葛亮的第2技能草船借箭了。那这里推测有很大可能第2个敌人队伍呢，它是触发了沉默效果，布迪卡免疫掉并且触发了草船借箭。那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相隔呢，其实是已经相隔了5个回合，也就是5秒。照理来说应该要触发才对，但是看第17个回合是没有触发到的。第25个回合触发第3次沉默效果，可是这里布迪卡就没有办法免疫掉了，毕竟它还是有概率免疫的，并不是完全免疫。诸葛亮也只有 50% 的概率而已，2个都免疫不了，就没有办法吃到草船借箭了。我们看第2个报告，在第11个回合的时候触发主动技能，这里就触发了布迪卡的免疫效果，草船借箭也是触发到了。不过这个报告打的时间不够长啊，那我们再打多一次，做多一次测试。这份报告打的时间就比较长一点，我们先看第1份，也是一样，在第9个回合的时候触发沉默效果，布迪卡免疫触发了草船借箭。第17个回合也是一样触发了沉默效果，布迪卡免疫触发了草船借箭。为什么这里会触发呢？有可能另外一个队伍触发沉默效果的时候，刚好草船借箭的 CD 时间还没有过，像第25个回合就没有触发到草船借箭了。因为这个队伍上一次触发是在第17个回合，现在第25个回合，这里推测有很大可能中间那段时间刚好另外一个队伍触发了沉默效果，所以那个草船借箭就跑过去了。所以我们检查另外一个队伍的报告，第11个回合触发主动技能，所以你们这里是可以看到它是免疫掉了沉默效果，但是没有触发草船借箭。毕竟另外一支队伍刚触发而已，还在 CD 时间，在第21个回合的时候就触发了草船借箭。那因为这里触发了，所以就变成另外一个队伍他没有办法获得草船借箭，在第25个回合的时候，在最后第31个回合的时候，因为上一支队伍他没有办法触发到嘛，这个队伍就触发到了，草船借箭就在这里。从这个测试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首先就是草船借箭呢，它不会针对你攻击的目标所发出的沉默效果才会触发诸葛亮的第2技能草船借箭。只要攻击诸葛亮的队伍是有控制效果，包括海尔曼、关羽、拉美西斯、2世等等，不一定是第1目标都可以触发到，但是由于有 CD 时间的关系，所以草船借箭这个技能不一定会发生在特定的人身上，只要 CD 时间一过了，刚好你触发了控制效果，草船借箭的额外伤害就会打在你身上。第2个重点，大部分发现到报告免疫掉沉默效果呢，都是布迪卡触发的。布迪卡的概率有 80%， 诸葛亮只有 50%。老实说，我今天测试下来是没有看到诸葛亮触发免疫效果的，并且有好几次是让对方沉默到我自己的队伍。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会不会免疫效果叠在一起的问题，诸葛亮要触发到他的免疫效果是真的比较难。
并且诸葛亮可以利用布迪卡的免疫效果而触发到他的第二技能。假设只是光靠诸葛亮他自己的话，要触发是比较难了，相当于这个额外伤害你要看运气。但你们看到我刚刚显示的报告了，大部分都是布迪卡会免疫掉，可以说搭配布迪卡之后，这个额外伤害算是稳定输出了。当然概率还是 80% 啊，不一定是完全触发，但也总比诸葛亮自己的 50% 的概率还要更高吧。至于主副将搭配呢，由于布迪卡它可以伤害提升 35%， 优先触发布迪卡的主动技能之后，诸葛亮打出去的伤害才会比较痛。其他搭配就由诸葛亮做主将。接着我们做中武侯的测试。首先先看诸葛亮作为副将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觉醒的关系，所以入场是没有中武侯的效果。但是诸葛亮这个技能有一点神奇，你们可以看到主动技能释放的时候是没有触发中武侯的。那因为诸葛亮做副将嘛，我们看副将的部分，在诸葛亮释放了主动技能之后，下面就触发了中武侯效果。可是他这里中武侯描述的是释放主动技能之后才会获得武侯效果，是要你2个统帅的主动技能都释放之后才会获得。那因为我这个技能还没有升的关系，所以只是提升 2%。 下面的报告你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回合都会有中武侯效果，都会提升 2% 的所有伤害。可是在你下一次触发主动技能的时候，它是不会消散的，就是说第二次触发主动技能的时候是有提升所有伤害了，直到你的副将放完主动技能之后，它才会消散掉中武侯效果，也就是打出伤害。所以可以理解为你还没有觉醒之前是没有中武侯效果，没有提升所有伤害，直到你第一次触发主动技能之后，副将触发了中武侯效果，第二次主动技能释放的时候才会有中武侯的提升。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在一开始先打出伤害的话，最好是把诸葛亮给觉醒，就会有所有伤害提升，直到你第一次释放了主动技能之后才会被驱散掉。可是驱散之后并不会马上触发中武侯效果，必须要等到下一次释放主动技能之后才会再触发多一次。那有些观众可能听到不是很明白，我再解释多一次啦。这一次是由诸葛亮做主将。关于中武侯的技能重点一，不管诸葛亮做主将还是做副将，只要副将释放了主动技能之后才会触发中武侯效果，并不是根据诸葛亮的位置而触发。像这个报告第9回合触发诸葛亮技能，第11个回合触发布迪卡的技能，但是布迪卡的技能释放之后才会触发中武侯效果。那你们也可以看到这里发动了布迪卡的主动技能，然后下面的报告全部都有提升所有伤害，直到你再次释放主动技能的时候，2个统帅的主动技能都是会有提升所有伤害。诸葛亮已经提升了，下面还是一样没有驱散掉中武侯效果，直到副将也就是布迪卡触发主动技能之前还是可以看到中武侯效果，触发了之后下面才驱散中武侯的效果。也就是说在下一个回合只有主将能吃到而已，副将的主动技能打出去是没有吃到中武侯效果的。那么这里已经看到驱散了嘛，下一个回合是没有中武侯效果了，它驱散了之后并不会马上再次触发，直到你下一次主动技能全部打完之后才会再次触发，所以中间有很长的空档期是没有中武侯的提升效果。所以允许的话最好还是把它给觉醒，优先打出伤害。假设你像我这样子卡技能还没有觉醒的话，也就是副将他触发了主动技能之后才会触发中武侯效果，下个回合副将打出主动伤害的时候是有吃到武侯的增益的，这个增益会持续到下一次副将触发主动技能的时候才会被驱散掉。也就是说第一次释放主动技能的副将会吃到增益，第二次主动技能的主将会吃到增益。再次声明，中武侯的效果跟诸葛亮放主将副将是没有关系的，都是必须等副将触发主动技能之后才会触发到。最后诸葛亮的觉醒技能呢，立即获得30点的怒气。我看了别人分享的报告，似乎是根据敌人有多少个而增加多少的，所以允许的情况下最好是用诸葛亮做主将，因为他原型 AOE 要打到很多个目标比较简单嘛，并且你们看诸葛亮他是打5个目标嘛，刚好触发中武侯效果，他可以达到额外3个目标，就变成他可以获得8次怒气，这里就已经240点了。所以诸葛亮是真的很逆天，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要做技能测试的原因。各位必须要了解统帅的技能之后才可以好好的利用统帅。至于之后打架的测试呢，我是不会做单挑测试的，之后我会直接拿去实战，看诸葛亮实战打出来的效果会怎样。CPU 给出2个方案，卡技能或者觉醒，那我今天测试之后我觉得还是觉醒比较好。觉醒之后先触发中武侯效果，优先打出伤害，还有根据 AOE 恢复怒气，幸运的话直接提升240点，我觉得这个是很逆天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当然今天做影片比较赶的关系，因为大家都在催，所以有一些部分可能说漏说错的话，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帮我补充。那如果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我测试的话，之后我会再测试给大家看。然后960会在这个星期4开关卡，我到时候会实战给大家看，直接给各位看一波实战报告。我们下个影片再见。